盆里放入300克的面粉、3克的酵母、5克的白糖，用温水和面，搅成棉絮状，下手揉成面团，揉成一个光滑、软硬适中的面团。盖上盖子，醒发2倍大。看一下我们的面已经醒好了，放到案板上揉一下排气，整理成圆形。用擀面杖擀薄，上面放上一层麻酱，放上一点椒盐，再放上一层花生碎，再来一把葱花，两边往中间对折，接口处捏紧。再刷上一层油，对折，切成大小均等的剂子，2个摞在一起，用筷子按压一下，把一根筷子放在下面，底下捏住，转2圈，这样一个花卷就做好了。盖上盖子，醒5分钟，大火把水烧开，再蒸15分钟，时间到，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，浓浓的麻酱香，看一下，非常的暄软啊。里面加了麻酱和花生粒，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香啊！准备一个火龙果，去掉2头，把皮儿揭下来，把火龙果切成小块，把火龙果放入料理机里面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打成果汁。把火龙果汁倒入锅里，再加入500毫升的清水，倒入100毫升的白凉粉，50克的白糖，搅拌至融化，中火熬开，关火，倒入一个容器里面，放到冰箱里面冷藏1个小时。锅里面倒入500毫升的纯牛奶，倒入40克的白凉粉，30克的白砂糖，开中小火搅拌至融化，熬开之后就可以了，关火。火龙果的这个已经冷藏了1个多小时了，把牛奶的倒在上面。再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冷藏1个小时，看一下这个已经定型好了，用刀给它划成小块，看一下非常的爽滑 Q 弹，冰冰凉凉的，别提多好吃了。把胡萝卜去皮切成薄片，开大火蒸熟，倒入一个大碗里，用擀面杖给它捣碎，打入3颗鸡蛋，放入3克酵母，10克白糖，先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再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。最后搅拌成大的棉絮状，掐手揉成面团，最后把它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，醒半个小时。看一下我们这胡萝卜面团已经醒好了，再放入一把的蔓越莓，给它揉进去，揉匀之后搓成长条，揪成大小均等的剂子，把每个剂子揉一下，团圆。都揉完之后，盖上保鲜膜，醒上10分钟。往锅里刷上一层油，把这个饼皮稍微按压一下，盖上盖子，定时5分钟。时间到，打开，加上蔓越莓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非常的开胃。准备2个去皮的土豆，先切成厚片，从中间对半切开，切成小块。把土豆放入清水里面，洗掉多余的淀粉，再放到清水里面浸泡着，防止氧化变黑。准备2颗小葱，切成葱花。放入半勺食用盐，半勺白糖，1勺白芝麻，1勺孜然粉，1勺辣椒面，搅拌均匀，放在一边备用。准备几瓣大蒜，切成蒜末。锅中提前把水烧开，把土豆下入锅里焯水3分钟。时间到，把土豆捞出来控水。锅中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，把空干水分的土豆倒入锅里，最后煎至表面微黄，把这个多余的油倒出来。放入蒜末，炒出蒜香味儿，倒入提前拌好的小料，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装盘儿，哇，看着就有食欲，吃起来是香而不腻，口感外酥里嫩，真的是太香了。准备一个火龙果，去掉2头，把皮儿揭下来，把皮儿再揭开，取中间的这一层，这些就可以了。锅中倒入1杯水，放入火龙果的皮儿，熬成粉红色，把果皮捞出来，放入1勺白凉粉，1勺白糖，熬至白糖融化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关火，倒入杯子里面，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冷藏1个小时。看一下，已经冷藏好了。再倒入适量的牛奶，用勺子给它搅拌搅拌，这个感觉真的是超级的爽啊！看一下，我们的火龙果撞奶就做好了，冰冰凉凉的，非常的好吃又解暑。每次做上这么一大杯都不够孩子1个人吃的。首先把这个头去掉，然后再对半切开，用刀子在上面给它切一下，不要把皮划破。
翻过来，把果肉放入料理机里面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打成芒果汁。打好之后过滤一下，把芒果汁倒入锅里，1勺白凉粉，放入20克的白糖，开中火搅拌均匀，最后熬开就可以了。关火，杯子里面可以放上几个芒果粒儿，把熬好的芒果汁倒入里面，倒个多半杯就可以了，上面留点空隙，放到冰箱里面冷藏1个小时。看一下，这个已经冷冻好了，我们再加入一些纯牛奶，用勺子搅拌一下，我们的芒果撞奶就做好了。看一下，非常的爽滑 Q 弹，而且晶莹剔透的，看着就有食欲。准备180毫升的温牛奶，倒入3克的酵母，用筷子搅拌至酵母融化，放入300克的面粉，20克的白糖，用温牛奶和面，边倒边搅拌，搅拌成大的棉絮状，下手揉成面团，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，盖上盖子，醒发2倍大。看一下我们的面团已经醒好了，放到案板上，继续揉搓一下排气。揉好之后直接搓成长条，下5个剂子，取一个剂子放到案板上揉圆，用手轻轻的按压一下，反过来再按一下。全部揉好之后盖上保鲜膜，醒发15分钟。看一下这个面团已经醒好了，表面刷上一层蛋黄液，上面再撒上点白芝麻增香。烤箱提前预热10分钟，上下管120度烤30分钟。时间到，把它取出来。看一下，比面包还暄软，松软香甜，无水无油，吃着也是非常的健康。这是提前1个晚上泡发的200克黑米，把黑米放入电饭锅里面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按煮饭键把它蒸熟。盆里倒入200克的面粉，打入3颗鸡蛋，放入2克酵母，放入5克白糖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倒入10克的玉米油，下手揉成面团，盖上盖子，醒发半个小时。把蒸好的黑米放入大碗里，放入1勺白糖，搅拌均匀。看一下这个面已经醒好了，揉搓一下排气。直接搓成长条，下大小均等的剂子，取一个剂子揉圆，按扁，用擀面杖擀开，放入适量的黑米，包包子的方式收口，再次团圆，把剂子放入蒸屉里，盖上盖子，醒发10分钟，大火把水烧开，蒸15分钟。看一下，我们的黑米馒头就做好了，非常的蓬松暄软。加入了鸡蛋，更加的营养又美味。首先把冬瓜去皮，把冬瓜切成小块，我们在冬瓜上面打一下花刀，把洋葱切成圈，准备一点猪肉切碎，切一点葱花，准备几个小米椒切成圈，准备几瓣大蒜拍扁，切成蒜末。锅中倒入适量的油，油温微热，把冬瓜放入里面煎一下，煎至冬瓜两面金黄，盛出备用。我们把肉末倒入锅里，炒至肉色发白，倒入蒜末、小米椒，再来1勺黄豆酱。炒香之后，我们来一点清水，放入1勺食用盐、生抽、蚝油，再来一点老抽，1勺白糖提鲜，翻炒均匀，关火出锅。准备一个砂锅，把洋葱铺到底部，把冬瓜摆入里面，放入炒好的肉末，盖上盖子，开小火焖8分钟。时间到，打开盖子，再撒入适量的葱花。这样子做，色香味俱全，老公又能多吃2碗饭了。先把这个头去掉，把外皮削一下，把百香果对半切开，把果肉给它刮到碗里。锅中倒入600克的清水，把百香果皮放入里面，煮出颜色。最后把百香果皮捞出来，放入百香果肉、40克白凉粉、30克白糖，搅拌均匀，再用小火熬开。关火，倒入一个模具里面，放到冰箱里面冷藏1个小时。锅中倒入400毫升的纯牛奶，倒入30克的白凉粉，先用铲子搅拌均匀，再开火把它熬开，熬开就可以关火了。把牛奶倒入百香果里面，再放入冰箱里面冷藏1个小时。看一下，这个已经定型了，给它切成小块，上面扣上一个盘子，倒扣过来，我们的百香果果冻就做好了，酸酸甜甜的，非常的好吃，颜色也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爽滑 Q 弹。放入3克的食用盐，勺的白醋，倒入50度左右的温水，上面盖上一个盘子，浸泡15分钟。准备几根芹菜，切成长段，准备一根胡萝卜，斜刀切段，用波纹刀给它切成长条。看一下，非常的漂亮。猪肉先切成片，再切成长条，切一点葱花，
看一下我们的腐竹已经泡好了，再把腐竹切成小段儿。提前把水烧开，放入1勺盐，泡好的腐竹放入锅里焯一下水，30秒钟就可以。锅里再来点食用油，把芹菜和胡萝卜放入锅里焯一下水。锅中提前预热，倒入适量的油，放入猪肉炒香，倒入一点料酒，一点老抽上色，放入葱花炒出香味儿，放入芹菜和胡萝卜，放入腐竹。放入1勺食用盐，1勺白糖提鲜，来一点蚝油，大火翻炒均匀，关火出锅，装盘。腐竹这样的做呢，柔软又筋道，加上胡萝卜和芹菜也是非常的有营养。准备300克的西米，放入30克的白糖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搅拌一下，浸泡半个小时，加入适量的淀粉，再放入100克的糯米粉，下手揉成面团。案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挤入一些豆沙，上面再撒一点干面粉，给它搓成长条，下大小均等的剂子，大约20克一个。取一个豆沙块，给它搓成球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把面团拿出来揉搓一下，直接搓成长条，下大小均等的剂子，一个大约在30克左右。取一小块面团，用手团圆，团圆之后按扁，放入提前准备好的豆沙馅儿，用虎口包合，再团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准备一个月饼模具，放入里面，用力按压，一个月饼的形状就做好了。放入蒸屉里，大火把水烧开，再蒸15分钟。时间到，打开盖子，把它取出来，晶莹剔透，非常的 Q 弹，口感清淡又好吃。把土豆洗干净，削去外皮，切成0.5厘米的厚片。土豆里面放入适量的盐，用手抓拌一下，腌制5分钟。看一下这个土豆已经杀出来很多水分来了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给它清洗干净。再加入1小碗的玉米淀粉，翻拌均匀。锅热，倒入适量的油，烧至3成热，改成小火，下入土豆片，炸至表面微黄，先给它控油捞出。然后把油温升高，升到6成热，转成中火，再把土豆下入里面。我们用筷子不停地给它翻拌均匀，炸至表面金黄，颜色漂亮，这样就行了。给它控油捞出，根据自己的口味放入适量的椒盐、孜然粉，能吃辣的再来点辣椒面，给它颠一下。听听这个声音，非常的酥脆。撒上适量的葱花点缀。土豆虽然是油炸的，但是它和薯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它的里面个个都是空心儿，口感上会更香，更加的好吃。把土豆切成厚片，切成1厘米宽的长条，放入1大勺的淀粉，用手给它抓拌一下。准备1块里脊肉，切成薄片。放入少量的料酒、食用盐、胡椒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腌制15分钟。准备半头大蒜，放到蜡蒜器里面，拉成蒜末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准备几个小葱，切成葱花。下面我们来调个料汁儿，放入3勺番茄酱、生抽、米醋、白糖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搅拌均匀。取一根沾满淀粉的土豆条，用肉片把它卷起来，给它裹一层淀粉，油温5成热，把裹满淀粉的肉卷土豆放入里面，把它们炸熟，捞出来控油。另起锅，倒入少量的食用油，放入葱花蒜末，炒出香味儿。倒入调好的料汁，熬至有点粘稠，把炸好的土豆条倒入里面，快速的翻炒均匀，就可以装盘了。里脊肉的筋道加上土豆的绵软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首先把冬瓜去皮儿，去掉里面的籽和瓤，然后再切成小块。准备1根胡萝卜，切成滚刀块，还准备了40块钱的排骨，放入适量的淀粉，用手给它抓拌均匀，抓至粘手，用清水冲洗干净。洗干净的排骨倒入冷水里面，放一点葱花、姜片，倒入适量的料酒去腥。水开之后打一下浮沫，把排骨捞出来，过一下温水，把排骨放入砂锅里面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放入葱段、生姜、干的山楂片。这样子是为了加速排骨熟的速度。盖上盖子，大火把水烧开，转中火炖20分钟。把冬瓜下入里面，胡萝卜煮至冬瓜透明，像这样的就熟了。再来1勺食用盐，放入1把泡好的枸杞，再煮上5分钟。时间到就可以关火了。经过不到1个小时的慢煲，味道清香扑鼻，汤汁清澈。用刀把馒头切一下，切2刀，不要切断，再给它切成小方块。最后成这种状态就行。把火腿肠切成小丁，把火腿给它塞到里面去，这样就行了。再放上点芝士碎。都做好之后，再撒点食用盐。
刷上一层蛋黄液，撒上点葱花，再来点黑芝麻，放入托盘上。烤箱提前预热，把馒头放入里面，上下管180度烤10分钟。我们的芝士火腿烤馒头就做好了，这样子做真的是太有食欲了，鲜香美味，孩子特别的爱吃。首先把冬瓜去皮，冬瓜对半切开，把冬瓜切成薄片，西红柿对半切开，切成滚刀块。准备一把金针菇，掰成一小朵一小朵的，放入1勺食用盐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金针菇清洗干净。准备一个砂锅，不用倒油，把西红柿放入里面，加入1克的食用盐，炒出西红柿的汤汁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切好的冬瓜放入里面，大火把水烧开。水烧开之后，把金针菇放入里面，开中火，再煲个6、7分钟。金针菇和冬瓜都熟了，关火。最后撒一点小葱点缀，来点胡椒粉，这个不喜欢的可以不用放。滴入少量的芝麻香油增香，少量的米醋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大鱼大肉吃腻了，可以喝上2天这个减脂汤，真的是非常的不错。首先把韭菜洗干净，切碎，放入大碗里，打入3颗鸡蛋，根据自己的口味放入适量的盐，再来点胡椒粉，来点香油增香，先搅拌一下，放入2勺面粉。如果说特别浓稠的话，可以加一点清水。最后再放上一点火腿丁，最后搅拌成这种浓稠的面糊就可以了。平底锅提前预热，上上1层食用油，舀入2勺韭菜糊，用铲子给它铺平，翻均匀之后盖上盖子，小火烙3分钟。时间到，打开盖子，给它翻个面，盖上盖子，继续小火烙3分钟。时间到，再给它翻个面，烙至2面微黄就熟了，出锅。把韭菜饼给它卷起来，切成小块。这样子做呢，大人孩子都非常的爱吃，喜欢的朋友们就赶紧试一下吧。首先准备一把黑豆，再准备一把黑米，黑芝麻可以养发护发，再准备一把红皮花生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表面的灰尘清洗干净，控干水分，倒入清水，能没过食材就可以，放一边泡上半个小时。这个米已经泡了1个多小时了，倒入砂锅里面，再倒入足量的清水，盖上盖子，大火把水烧开，转中火再煮40分钟。你现在呢已经40分钟了，我们搅拌一下，防止粘锅，再加2块姜糖，煮10分钟。看一下，现在这个粥已经熬好了，非常的浓稠了，舀入碗里，我们的养发粥就做好了。秋天是落叶的季节，头发呢也会容易掉，我们可以通过食疗来缓解头发的症状。加入了红糖，吃起来非常的香甜美味，喜欢的朋友们就赶紧试一下吧。把红薯去皮，切成薄片，凉水上锅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熟。把蒸好的红薯倒入大碗里，捣成红薯泥，倒入25克的奶粉，再倒入糯米粉。糯米粉的量呢，根据红薯的含水量来决定。下手揉成面团，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，放到案板上，再揉一下，给它搓成长条，下成大小均等的小剂子。取一个小面团，用手团圆，放到案板上，搓成长条，这样就行了。盘里面放入一点清水，把红薯条放入里面滚一圈，再裹上1层白芝麻。全部搓好之后放入烤盘里，放入提前预热的烤箱里面，开上下管160度烤20分钟。我们的红薯糯米条就做好了，把它取出来，看一下，非常的简单，非常的软糯香甜，真的是越嚼越香。把梨去皮，如果有雪梨的朋友们，建议用雪梨做。把梨子快速的切成小块，一定要切快一点，防止氧化变黑。放入料理机里面，倒入200毫升的清水，加入1片柠檬，增加口感，同时也能防止氧化。按果蔬键打成梨汁，把熬好的梨汁倒入砂锅里，这里一共是600毫升，倒入50克的白凉粉，30克的冰糖，开小火边煮边搅拌，搅拌至冰糖融化，梨汁变得顺滑，最后把梨汁熬开，起小泡泡就行了。直接倒入一个容器里面，
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定型。这个呢已经定型了，变成固体了，把它倒扣过来，切成小块。准备一个盘子，倒上一点椰蓉，如果没有椰蓉，直接吃就可以了。它的口感酸酸甜甜的，非常 Q 弹又嫩滑，清凉爽口。喜欢的朋友们就赶紧试一下吧。首先我们在碗里打入1颗鸡蛋，用打蛋器搅散，加入135克的纯牛奶，30克的玉米油，30克的白砂糖，再加入3克的泡打粉，用打蛋器搅匀。准备150克的糯米粉，给它过一下筛，这样吃起来会比较细腻，没有粉疙瘩。最后搅拌至无颗粒状，搅拌成这种流动的粉糊就行了。准备一个烤盘，上面铺上一层油纸，把粉糊倒入里面，烤箱190度，提前预热5分钟，再上下管190度烤35分钟。时间到，把它取出来。中间我上面放了一层油纸，这样子不容易烤糊。把它放一边晾凉就可以吃了。把油纸脱下来，把它切成小块。一道香酥的烤年糕就做好了，这样子做非常的简单，糯香味十足，外层酥酥脆脆的，还会掉渣。首先把菠菜一根根的给它掰开，掰下来之后再清洗干净，放入开水里面给它焯一下，去除草酸，大约焯个30秒钟，给它控水捞出，直接把它放到料理机里面，倒入150毫升的温水，打成菠菜汁，用漏网过滤一下，碗里打入3颗鸡蛋，放入1克食用盐、胡椒粉，先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倒入200毫升的菠菜汁，打得细腻一些，搅匀之后给它过滤一下，第2遍直接过滤到模具里面，把用肉眼能看到的浮沫都给它撇干净，盖上一层耐高温的保鲜膜，用牙签插一些小孔，水开之后上锅蒸8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，把它取出来，把保鲜膜揭下来晾一会儿，稍微晾凉，用刀子给它划一下，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。1周2次，宝宝轻松的补铁补钙。7个月以上的宝宝都非常的适合。给它切成大小均等的厚片，第1刀不要切断，第2刀切断，放入一个大盆里，放入适量的盐，翻拌均匀，腌制半个小时。生姜切成薄片，蒜切片，准备几个小米椒切圈，已经腌出这么多水分来了，把水分倒掉，倒入适量的凉白开，来清洗一下，把水分倒掉，用手再把萝卜的水分给它攥一下，放入一个干净的大碗里，把切好的配料放入里面，再放入2个柠檬片，放入1勺白糖，倒入一点生抽，来一点米醋，放入1盖的高度白酒，再来一点海天酱油，用手抓拌均匀，放入一个容器里面，把料汁也倒进来，盖上盖子，放到冰箱里面冷藏1个晚上就可以吃了。现在已经第2天了，打开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，光看着就非常的诱人。无论是早上还是中午，配上一盘，真的是下酒又下饭，超级的不错。把紫薯去皮，切成薄片，冷水上锅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熟。蒸好的紫薯倒入大碗里，打入4颗鸡蛋，放入1大勺白糖，用筷子搅一搅，用勺子压碎，再放入点自己喜欢吃的果干，来点火腿肠，再来把葡萄干，用筷子继续搅拌一下。电饼铛提前预热，刷一层食用油，把紫薯和鸡蛋倒入电饼铛里面，用铲子摊均匀，表面撒一点白芝麻，开上下盖，先烙3分钟。时间到，借助一个篦子翻个面，盖上盖子再烙2分钟。时间到，烙至两面金黄，按压能回弹，说明就熟了。还是借助一个篦子出锅，上面扣上一个盘子，把它倒扣过来。我们的紫薯鸡蛋早餐饼就做好了，看一下，颜色也是非常的漂亮，吃起来香甜美味，光看着就想流口水了。